妹妹一出生便引来百鸟朝凤，却在夜深人静之时被产婆调包。然而这时我恰好躲在床底，我以为他们是在玩过家家，于是又偷偷将妹妹换了回来。多年后，妹妹被赐封太子妃，即将入主东宫。岂料这时冒出一个穷酸姑娘，拦住母亲哭诉：“母亲，我才是你的亲女儿，太子妃该是我才对。”刚一回府，我便察觉气氛不对。母亲端坐内室，她平退左右，紧抓着我的手：“昭昭，这可如何是好？家里出了大事了。”怎么又是角角闯祸了？说吧，今日他把哪家的公子打了？我的幼妹叶角角，生性活泼可爱，刚一出生便被国师预言，身具凤名，获陛下赐婚，封为未来的太子妃。她自幼被如珠似宝的养大，姿容绝艳，才艺出众。因着她未来的一生都将困于深宫高墙之内，全家便默许她在及笄前过得恣意些。然而，习惯为妹妹收拾烂摊子的母亲，此刻却泣不成声。不是角角，她没闯祸，是我叶家乃本朝顶级世家，如今妹妹大喜之日又将近，我实在想不出能有什么大事。下一刻，母亲颤抖着拿出一个长命锁和一个襁褓。昭昭，角角她不是叶家的骨肉，她是被人调包的。母亲告诉我，就在前几日，有人匿名送了一封信和这2样东西进来，信中言之凿凿，称我的妹妹角角出生没多久便被人刻意调换带走了。如今那个孩子知晓了自己的身世，便找上门来。这长命锁是祖传之物，原是戴在你身上的，后给了角角，谁知后来竟不知何时不见了。还有，你看这襁褓的料子，民间少见，这刺绣我认得，分明是容嬷嬷的手艺。我接过长命锁，细细端详，除了有些年头，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稀奇之处。母亲，您且宽心，咱们叶家是什么门第？仆妇婢女成群，小妹的奶娘都有3个，怎能让人轻易将孩子换了去？可这长命锁是真的，信中连胎记都说得清清楚楚。若是真被换了，角角身具凤命，太子马上就要来下聘，若是欺君之罪，那可是要抄家灭族的。听到欺君2字，我也收起了玩笑的心思，展开信件细读。信中称，在妹妹满月宴客那日，有人将她的孩子换成了叶府千金，趁乱将真千金带走了。读着读着，脑海中忽地闪过一些久远的画面，那是母亲生妹妹的时候，母亲无法照看我整整1个月没见着母亲，十分想念。于是我便偷偷跑去母亲房中探望，并未见到母亲，只看到了摇篮里软软小小的妹妹。正看着，忽听脚步声，我便悄悄躲到了屏风后。只见一个女人在房中四处张望，我以为她在捉迷藏，便也屏息凝神。谁知那女人竟将妹妹从摇篮中抱出，将另一个婴儿放了进去。我悄声跟上，见她抱着妹妹去了下人房。此时有人呼她，她慌忙离去，我这才进屋，将怀里的婴儿放下。我看了看妹妹和那另一个婴儿，两人确实有几分相似，但我一眼便认出谁才是我的亲妹妹。我毫不犹豫地将妹妹又换了回来。当我抱着妹妹走回母亲院子时，妹妹突然大哭起来，我被父亲逮个正着，好生教训了一顿，严令我不许把妹妹当玩具。后来我便被父亲带去了边关，说是磨磨我的性子。这一去，我竟忘了将此事告诉父母。此刻，我将这段记忆原原本本地讲给母亲听，谁知母亲听完，哭得更凶了。原本我还疑心这是不是一场阴谋，听你这么一说，那你妹妹果然是被人换过了。我连忙安慰她，说我当初已经把人换回来了。母亲却哭道：你那时年岁尚小，怎么可能抱着一个孩子走那么远而不被人发现？母亲又忘了，我们叶家的孩子自幼力大无穷，而我当年最擅长的便是捉迷藏。其实要证明那姑娘是不是叶家人，还有一个法子，只是这法子有些……我决定去见见那个姑娘。岂料还未等我出门，下人便急匆匆来报，说角角又把人打了。路人已报了京兆府。我带着人赶到天香楼时，门口早已围得水泄不通。我一进门，便见妹妹立于楼梯之上，手中长鞭直指楼下那对几乎相拥的男女。那锦袍男子怒斥道：叶角角，你一介女子，四处抛头露面，成何体统？今日竟还公然打人，我倒是要问问叶家是怎么教养女儿的。闻言，我脸色骤沉，快步走到妹妹身侧，轻声问道：没事吧？妹妹见我，眼眶瞬间红了。姐姐，我没事，只是他……我这才转身看向那男子，那人竟是我订婚10年的未婚夫，在青山书院苦读3年未归的周玉礼。今早我去周家探望他生病的母亲时，他还未归家。
此刻却见他与别的女子在此闲逛，真是个大孝子。依偎在他身旁的女子形容娇俏，虽然一身旧衣，却透着股楚楚可怜的劲儿。看着我时，目光中透着几分好奇与如沐。见我看来，周玉礼质问道：“叶昭昭，你来的正好。叶角角抢人东西还打人，你们叶家的女子跋扈到这种地步了吗？”闻言，他身旁的女子立刻朝我投来异样的目光，妹妹却冷笑一声：“我看中的首饰，还没人敢跟我抢，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竟敢教训我，谁给你的脸？”叶角角，我是你未来的姐夫，你目无尊长，真是毫无家教。我冷冷看向周玉礼，这个一心科考、无心成婚的未婚夫。这门亲事是10年前祖父定下的。我家是武将世家，妹妹又身具凤命，家族权势正如烈火烹油。祖父却忧心忡忡，不敢让我嫁入其他高门，只能选了最得地心，也最爱四处树敌的御史大夫周家的小儿子。原本6年前我们便该完婚，可他祖父母病逝，他需守孝3年。后来他父亲御史大人病故，他又要守孝3年。3年守满，他的2个兄长被他父亲得罪过的人排挤，外放到偏远之地任职。他留下一句未得功名，何以为家？便跑去青山书院读书，整整3年未归。一来二去，我竟成了京中的老姑娘。但我道落得自在，父兄在外征战，叶家上上下下皆由我打点，甚至边关叶家军的粮草，多半也是我筹措的。妹妹气不过，几次3番对我说，等她成了太子妃，第一件事就是帮我解除与周家的婚约，要为我挑选世间最好的儿郎。这一年，周玉礼的母亲周氏常常生病，母亲可怜未来的亲家母孤身一人，便时常让我去周家照料。如今看来，我的一番好意当真是为了狗。我冷肃开口：“周公子，叶家的家教轮不到你来智慧。第一，你我婚约尚未履行，角角何来的姐夫？第二，你离家1年未归府探母，反带其他女子闲逛，他打你又有何不对？第三，角角是未来的太子妃，你竟敢抢她东西，你一个白身，谁给你的胆子？最后，你竟敢质疑我堂堂镇国公府的家教，便是你父亲周御史也不敢如此对我叶家说话，你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这4个质问一出，现场顿时鸦雀无声。周玉礼一张脸涨得通红，身旁那女子忽然眼角含泪，朝我屈膝行礼：“姐姐，此事都是我的错，不关玉礼哥哥的事，我在这里向你赔礼了。玉礼哥哥让我替伯母挑一只发钗，没成想抢了贵人的心头好，姐姐千万不要生气，这发钗让给这位贵人，我重新挑选便是。”我扫了一眼那样式，分明是年轻女子所带，哪里适合周玉礼的母亲？真以为我好糊弄？见我不接，那女子凄凄哀哀道：“姐姐，我知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姐姐，我对这个称呼如今格外敏感。刚来了一个上门认亲的妹妹，这儿又来一个小白花妹妹。比我更敏感的是角角，她手腕一抖，长鞭猛地挥出，竟在天香楼的木梯上抽出一道深深的白痕。什么姐姐妹妹的？你一介庶民，别乱攀关系。我姐姐只有我一个妹妹，再乱叫，小心我撕烂你的嘴！那女子像是受了惊吓，瑟缩着躲到了周玉礼身后，眼神却一直看着我，透着几分哀怨，仿佛我是个负心人。我都气笑了。周公子，你不给介绍一下吗？你身边这位？周玉礼得意地朝妹妹笑道：“这是许盼星，许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哼，救命恩人，这是什么老套的戏码？我看你是想收了他吧？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休要胡说！坏了盼星清誉，届时别说你姐姐，便是整个叶家也保不住你。我心中忽然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果然，周玉礼压低声音对我道：“有些事别在这儿说。昭昭，你一向识大体，就不怕传出去影响叶家吗？我叶家行得正坐得端，不怕闲言碎语。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事能影响叶家，反倒是阁下言辞鬼祟，不知怀的什么心思。”周玉礼狠狠瞪了我一眼，忽然大声道：“叶角角，你现在处处维护的妹妹，根本不是你亲妹妹。我身边的这一位许盼星才是叶家的小女儿，你的亲妹妹。当初她被人刻意调换了，我们有证据。”这话宛如一滴冷水溅进了滚油锅，现场瞬间一片哗然。我冷冷地看着他，身旁的妹妹猛地抓住我的手，我的目光却落在了刚才角角抽出的那道白痕上，甚至能看到木刺翻起。我嘴角微扬，这样的手劲，除了叶家人，还能有谁？许盼星眼含热泪看着我，仿佛下一秒就要扑上来叫我姐姐。我反握住妹妹的手，安抚她，冷声道：“周玉礼，你在此胡言乱语，可想过后果？可想过周家的下场？”周玉礼脸色青白交加，我不再理会他，带着妹妹转身往外走，路过许盼星身边。
边时，我深深看了他一眼，淡然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原来她就是那个上门认亲的假妹妹。周玉礼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闹这一出，究竟是何用意？我不禁深思，这背后究竟还有多少人的手笔？带着妹妹回府后，我立即吩咐人去查许盼星的底细。妹妹满心惶恐，紧紧拉着我的衣袖：“姐姐，你说他们说的会不会是真的？我真的是被换了的，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嫁给太子了？那我便去边关找爹和大哥。”哼，刚才吓的那个样子，怎么这会儿又不怕了？怕有什么用？再说了，只要我不嫁进东宫，姐姐你也就不用委屈自己嫁到周家去了。哎，不对，如果我不是叶家的女儿，我去边关爹和大哥还会收留我吗？哎呀，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缓缓问道：“那你是想当叶家的女儿，还是不想当呢？”我想弄清楚国师当初究竟是何时为妹妹拼命的，这其中恐怕大有文章。随后我与母亲备了厚礼去求见国师，却在门口等了许久，才见侍奉国师的小童出来回复：“国师闭关，不见任何人。”我们只得打道回府。马车中，母亲叹气：“听说你昨日见过那个孩子了，你觉得他如何？”我还未开口，马车忽然被拦住。周玉礼竟带着许盼星站在了马车前，一股怒火直冲脑门。这周玉礼到底想干什么？我让人将他们带到了镇国公府名下的雅间，才一进门，许盼星便跪倒在母亲面前：“娘，我才是你的女儿啊！娘，你可知道女儿找你找得好苦啊！”母亲看着许盼星，眼中竟闪过几分激动：“像，真像，太像了！”她正要伸手去扶许盼星，我连忙拦住：“事情还没弄清楚，母亲切莫激动。”“姐姐，我才是你的妹妹呀！”“我只有一个妹妹，此刻正身在家中，即将嫁入皇家，成为太子妃。你是哪里来的野猫野狗，也敢冒充？”周玉礼忍不住指责道：“叶小姐，你还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我们送去的长命锁和襁褓，你难道没看见吗？”我瞥了他一眼，懒得理会，他却更愤怒了。“好，就算外物能模仿，可长相呢？你睁大眼睛看看，许盼星到底像谁？”我看着许盼星，虽觉面善，却一时想不起像谁。母亲悄悄在我耳边道：“他和你祖母长得很像。”话音刚落，周玉礼刷地展开一幅画：“这是我祖母年轻时与你祖母年轻时的画像，你好好看看，盼星是不是与你祖母长得一模一样？”我认真看了看，怪不得我初见这姑娘便觉面善，原来她长得酷似祖母。母亲看到那幅画，连忙将许盼星扶起，许盼星顺势扑倒在母亲怀里，二人抱头痛哭。我无奈地看着他们，我很确定，当初我确实将妹妹换了回来，绝对不存在换错的可能。我问许盼星：“这位许姑娘，你既然说是被人换走的，那换走你的人是如何告诉你的真相？难道他换走你，就是为了15年后让你来认亲？”许盼星擦着眼泪，哭诉起这些年的遭遇。那个将他带走的女人名叫张梅，曾在叶府做过几日帮工。张梅羡慕叶家富贵，又见祖母相貌与自家母亲相似，却命运迥异，心生不忿，便生出胆大包天的念头，将2个孩子交换。许盼星哭道：“在许家，我吃不饱穿不暖，每日辛苦干活，也换不来娘一个好脸色。”待许盼星长大后，张梅又将他许给了王屠夫家。王屠夫有个暴戾的儿子，嫁过去就是死路一条。就在他万念俱灰，想要一死了之的时候，竟意外救下了周玉礼。周玉礼给了他钱财，让他逃离许家。出逃前夕，他见父亲在争夺一个东西，又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直到那时，他才知道自己并非许家骨肉，而是京城镇国公府叶家的女儿，天生奉命。太子妃的位置本该是他的，一切都是张梅那个恶毒女人造成的。说着，他撩起手臂：“母亲，您还记得吗？您的亲生女儿手臂上有一颗小红痣。”母亲犹豫片刻：“我的儿啊，苦了你了。”我翻了个白眼。周玉礼得意地看着我：“我就说叶家的女儿就该是许姑娘这样温柔贤良的女子，怎么会是叶小小这种一言不合就拿鞭子抽人的小霸王？真是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都没有。”我反手一巴掌狠狠打在他脸上：“姐姐，你这是干什么？今日我能与你们团聚，多亏了玉礼哥哥，我们该谢谢他才对。”别叫我姐姐，我可没有你这个妹妹。许盼星一脸气苦。我对母亲道：“娘，你这心软的毛病真得改改了。若非你心太软，管家也不敢随便让人带着孩子进府做工，妹妹的身份也不会被人质疑。”母亲闻言迟疑起来。我对许盼星道：“想证明你是叶家的女儿，光凭这些可不够。天下长得相似的人多了去了，难道谁都能来认亲？”我看你根本就是不想认我，你就是嫉妒，你怕我回来抢了父母对你的宠爱，抢了你的风头。抢？我是叶家大小姐，有什么可抢的？
我知道姐姐是嫌弃我乡野出身，不通琴棋书画，嫌弃我粗俗。可若我没有被换走，我也能长成高门贵女的模样。我现在变成了这副模样，你为何不肯怜惜我？叶昭昭，我以前只当你高高在上，没想到你还贪慕虚荣，是非不分。潘兴，我们走，我会让你堂堂正正走进叶家大门。母亲想要阻拦，他们却已走远。母亲急道：这可怎么办？我心里怎么一点底都没有？我知道许盼星与周玉礼绝不会死心，定会悄悄寻找证据，只是没想到他们竟敢在太子下聘这日闹上门来。那日，许盼星直挺挺跪在太子面前：太子殿下，民女有天大的冤屈，求殿下主持公道。太子诧异地看了看周玉礼，又看了一眼从后院赶来的我，那一瞬间，我竟生出一股强烈的退婚念头。若非周玉礼带着，许盼星根本进不了叶府的大门。有冤屈去找京兆府，今日乃大喜之日，容不得任何人打搅。来人，把他拖下去！我刚松了口气，却听许盼星大声道：殿下明鉴，民女的冤屈与今日之事息息相关，民女是不想殿下被人蒙蔽。胡说八道！来人，快把他拖出去！周玉礼却跟着跪下：殿下，盼星他所言非虚，今日前来并非故意破坏，实是不想叶家李代桃僵，铸成大错。李代桃僵。太子玩味地咀嚼着这4个字。我缓步走到太子面前行礼。此前虽有人传言叶家女婴被偷换，实乃无稽之谈，是我叶家没有处理好家务，惊扰了殿下，这是叶家的过错。不是的，不是的，我真的是叶家的女儿，当年是我的养母故意将我们调换的。姐姐，你为什么不认我？就算我回来，也不会抢走你任何东西。偷我叶家女儿，你享受锦衣玉食，高床软卧，可我呢？我每天干不完的农活，还要被养父母辱骂责打。我知道叶角角被叶家养了15年，你们对他有了感情，我也不强求，只求能回叶家有个容身之所，让我能常侍奉在双亲左右，将这15年未尽之孝还清。就算你赶我出叶家，我也愿意。许姑娘，就算你想尽孝，也该去向你的亲生母亲。我再说一遍，我们叶家没有换错的女儿。叶昭昭，在太子殿下面前，你还要狡辩？你知不知道，你们叶家这是欺君之罪？我彻底冷下了脸。周玉礼这是要和叶家撕破脸了。这时，皎皎走了出来，抬手一巴掌狠狠打在周玉礼脸上，清脆的巴掌声震惊了所有人，连太子都不由自主退后了一步。我上前握住皎皎的手，示意他别怕。许盼星却对着皎皎怨恨的道：皎皎小姐，你享受了叶家这么多年荣华富贵，现在该偿还了。难道你想让叶家因你而获罪吗？一派胡言！皎皎眼眶微红，走到太子面前：太子哥哥，你也信他吗？如果我不是叶家的女儿，没有了凤鸣，你还会娶我吗？太子沉默良久，才轻声道：姑是太子，必须娶叶家的女儿，必须娶身具凤命之人。从我记事起，每个人都说等我长大就要嫁给你，如今只因这个女人的出现，你就不要我了吗？难道我们这么多年的情谊都是假的？太子伸手想要触碰妹妹的脸颊，我上前一步拦了下来。皎皎，就算你不是叶家的女儿，姑也不会不管你，只是你这脾气该改改了，否则……我听明白了太子的意思，妹妹也懂了。而跪在地上的许盼星眼中迸发出了光彩。太子想娶的，从头到尾都是那个身具凤命的人，至于是谁，他根本不在乎。他也不顾念妹妹从小到大对他的情谊。自从妹妹懂事，知道自己要嫁给太子，他便一直努力要做一个合格的太子妃。一个小女孩不仅要学琴棋书画，连医术、武功、管家之道样样不落。她终于将自己培养成了一个合格的太子妃。如今突然有人冒出来说她是假的，她这些年的目标和努力瞬间化为乌有。妹妹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我们都明白了今日太子亲自来下聘的原因。那日周玉礼在大庭广众之下嚷嚷皎皎非叶家亲生之事，早传到了太子耳中，只是叶家一直未有动静，他才忍不住亲自跑一趟。他这次来不是为了下聘，而是为了给许盼星机会。我很确定我的妹妹没被换过，但是太子需要这个机会，他不需要一个聪慧能干的太子妃，他需要一个能事事以他为先，任他掌控的太子妃。而许盼星正是最好的人选，即便我们不认许盼星，他也会逼着我们认下。可他却不知道，我们叶家人从来最看重血缘。太子将手伸向许盼星：起来吧。多谢太子殿下，殿下英明神武，为民女证明，民女感激不尽。许盼星刚站起，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大小姐，门口有个妇人吵闹，说我们叶家诱拐了她的孩子，她要进来找孩子。一瞬间，我便知道来者何人，把人带进来。没一会儿，一个形容狼狈的妇人冲了进来。
你个贱蹄子，不知死活的臭丫头，竟敢跑到贵人府上闹事，还不快随我回去！许盼星吓得瑟缩了一下，差点缩进太子怀里。周玉礼挡在许盼星身前，大声斥责：大胆刁妇，在太子殿下面前竟敢口出恶言！那妇人吓得立刻跪下，整个人匍匐在地，瑟瑟发抖。太子饶命，民妇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盼星，你就是被这刁妇调换，在他手下艰难求生的。许盼星像是受了莫大委屈，痛哭出声。对，就是他，他把我从叶家带走，又不好好对我，我好恨。不是，便是借民妇100个胆子，也不敢调换镇国公家的女公子啊！青天大老爷，民妇只是个乡野村妇，好不容易生个女儿，养到能出嫁的年纪，她却发了疯，说自己是镇国公家的千金，还跑到京城胡闹！你个死丫头，想死也别连累我们一家人啊！许盼星，还不快随我回去！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可别听了说书先生的故事，就真以为自己是大家闺秀了。我告诉你，从我肚子里爬出来，你就是一辈子的奸命。我都听到了，就是用你的女儿调换了我，我还拿到了证据，你不承认也没用。看着这妇人伶牙俐齿的样子，我总算明白了，她当初怎么有胆子调换别人的女儿，恐怕连她自己都以为是真的把自己的女儿与镇国公府的小女儿调换了，所以她把孩子带到乡下，才拼命使唤她。太子一个眼神，旁边的太监上前踩住了妇人的手。到这会儿还不说实话，奴才有的是让你开口的法子。妇人被拖下去时，还在不停呼喊：她真的是我的女儿，我没说谎，救命！许盼星擦干眼泪，不满地看着妹妹。皎皎小姐，再怎么说，她也是你的亲生母亲，她也是为你才犯下这错。抛开其他不谈，她为你一生谋划的拳拳之心，不可否认。你就不想为她求情吗？为人子女。我抬手打断她：那许小姐你呢？那妇人好歹养了你15年，与你朝夕相处，你怎么不为她求情？许盼星吃惊地看着我：姐姐，你怎么可以如此是非不分？若不是她，我怎么会受了这10多年的苦？我没理会他，只向太子行礼。请问殿下，今日之事该如何解决？太子沉默片刻道：国公府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也是该拨乱反正的时候了。我低头行礼，国公府定会给殿下一个交代。回到房中，母亲焦急地来回踱步。怎么办？这件事竟让太子知道了，他竟不娶皎皎了。都到这时候，他竟然反悔，让我们皎皎如何是好？娘亲，姐姐，我不是叶家的孩子，自然也不该嫁给太子。我定定地看着他：皎皎，你真的很想嫁给太子吗？皎皎一愣，脸上露出释然的笑。姐姐，现在就算我想嫁，也嫁不了啊。再说太子那个人，他脸上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接着他道：娘亲，姐姐，我会尽快搬出叶府，不叫你们为难。搬什么搬？你就是叶家的孩子。说罢，我将儿时发生的事告诉了他。皎皎听得目瞪口呆，可他又担忧地问：姐姐会不会记错了？那时没把我换过来。我撩起他的手臂，上面也有一颗红痣，只不过许盼星的长在左边，他的长在右边。我又道：还有，我们叶家人的力气比常人大得多。我让人试过许盼星，他的力气和普通人一样。不行，我这就去和太子说，你才是我的女儿。可是太子不一定会信我呀。妹妹突然开口：姐姐，我不想嫁给太子，也不想姐姐嫁给周玉礼。我点头笑了，握住她的手。好，这些天我已经调查清楚了，妹妹被换是在满月时，可国师批命却是在她的百日宴上，也就是说，国师批的是皎皎的命。国师一句话，让我们姐妹大半辈子都艰难活在她的预言里。随后，母亲入宫向皇后请罪，说自己治家不严，差点酿成大祸，请皇后责罚。皇后下懿旨，将母亲从1品夫人降为2品，父亲和3个哥哥也上了请罪的折子。皇帝趁机申斥了一番，将镇国公府降为镇北侯，收回了世袭罔替的爵位。若非奉命预言落在我家，恐怕皇帝连镇北侯的爵位都不肯给。皎皎被送出了叶府，去了他最喜欢的边关。我们叶家也将许盼星接了回来，改名为叶盼星，只待1个月后与太子成婚。这1个月里，叶盼星在我面前看似恭敬，实则倨傲，说我是老姑娘，该早点出家，又说我配不上周玉礼，嫁进周家是委屈了周玉礼。因叶盼星回归叶家一事出力甚多，周玉礼未及科考，便被任命为太子詹事府的詹事。我也顺势与周家解除了婚约，周家兄弟也被太子从偏远县城调回了京城。1个月后，叶盼星大婚，我的父兄送上贺礼，却无一人从边关回来。
出嫁前，叶盼星哭着扑在母亲膝边。娘亲，为何爹爹如此狠心？我也是叶家的女儿啊！我出嫁，爹爹和哥哥都不回来看我一眼，你们是不是更疼那个假女儿？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孩子，你们为什么这么对我？母亲脸上挤出笑容。你父兄镇守边关，没有皇帝诏令，不得擅自离开。你既是叶家女儿，应当体谅。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快别哭了。叶盼星又转头看向我，姐姐，我知道在你心里那个假妹妹比我这个真妹妹好，可我才是太子妃，才是未来叶家的依靠。姐姐要明白这一点。姐姐放心，等妹妹入了东宫，定会替姐姐寻个好姻缘。我淡然一笑，那就多谢妹妹替我操心了。其实她入府不过1个月就要嫁入东宫，我和母亲根本没把她放在心上。可这1个月来，她处处掐尖要强，事事要与我相比。只要是她看上的东西，无论是我的还是母亲的，都会想方设法要过去。她还时时盯着嫁妆，生怕我们在里面动手脚。角原本准备的嫁妆全被她要了去，还要我们再添上几份，大有把叶家底搬空才罢休的架势。为了让她顺利出嫁，母亲只好答应。今日她又要闹腾，实在令人烦躁。见我神色淡然，叶盼星突发奇想道：姐姐，要不你作为疼妾，随我嫁入东宫吧。此话一出，屋内气氛瞬间凝固。母亲盯着她，冷声问：盼星，你刚才说什么？母亲没听清，你再说一遍。叶盼星见母亲动怒，这才嘟起嘴：娘亲何必如此生气？我只是与姐姐开个玩笑罢了。我伸手替她理了理凤冠。盼星，你马上就要成为太子妃了，有些玩笑可不能乱开。也是，你才回家3个月，女诫、女工什么都来不及学。不过无妨，等你嫁入东宫后，我和母亲自会向皇后娘娘求情，请她赐下教养嬷嬷，让你好好学习，早日成为一个合格的太子妃。叶盼星恶狠狠地瞪着我，早已没了初见时那般小心翼翼的模样。即将到来的权势给了他莫大的底气，可他忘了，若她不是叶家女儿，太子绝不会多看她一眼。吉时已到，叶盼星头戴凤冠上了花轿，我和母亲目送花轿远去。母亲忍不住叹气：要是今日上花轿的是角妹妹，那该多好。我轻声道：要是今日上花轿的是妹妹，那我们一家今晚都该睡不着觉了。母亲和我对视一眼，脸上都浮现出笑意。众人都以为嫁入东宫成为太子妃对家族来说是莫大的好事，可我和父母都知道，太子这艘船快要沉了。如今有了这个假妹妹上赶着去堵漏，我们一家求之不得。只是如今叶盼星明面上也算叶家女儿，太子若出事，叶家也会被牵连。只希望太子这艘船沉得慢些，给我们留些谋划的时间。半年后，我跪在佛前念经，店门忽然被推开，叶盼星冲进来，伸手就要拉我。姐姐，快和我走，出大事了！婢女拦住他，不让他碰我。叶盼星疾言厉色道：该死的奴婢，还不快滚开！我是太子妃，你们竟敢拦我！若是太子出了什么事，我要你们陪葬！但婢女依然坚定地拦在他身前，等我念完经文，才缓缓起身。怎么了？皇上让太子进驻东宫，如今只有叶家能救他了。姐姐，求求你，快给父亲写信，让他帮太子求情。哦，太子犯了何事，让皇上如此震怒？只是父亲远在边关，只怕远水救不了近渴啊。姐姐，你快跟我去东宫，太子在等你。我摇摇头，太子妃令我上山清修3个月，这才过去半个月，民女可不敢随便下山。姐姐，都火烧眉毛了，你还要和我计较这些？等太子过了这坎，我再向姐姐赔罪。姐姐想怎么罚我都行。他拽着我就想走，却纹丝不动。太子乃是一国储君，岂可轻易废立？我叶家如今只是小小的镇北侯，只怕帮不上太子。太子妃还是另请高明吧。叶盼星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姐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你不懂吗？若太子被废，叶家也会被牵连的。叶盼星，你若真是身具奉命，太子作为你的夫君，自然会化险为夷。叶盼星见我不为所动，恨声道：姐姐，自从我回叶家，你就一直不亲近我，从未把我当成真妹妹。既然如此，以后叶家出什么事也别来求我。他满怀怨毒地离开了。我对婢女道：收拾东西，我们也该下山了。其实我对叶盼星本有几分愧疚，严格来说，他这枚棋子也是受害者。我和父兄原本还计划着以后给他谋个好去处，可小人得志便猖狂。自从他当上太子妃后，常对叶家人耀武扬威，在各种宴会上想方设法羞辱我。他变着法的找我麻烦，想踩着我彰显他高高在上的地位。我不耐烦应付他这些见不得人的小手段，
便在一次惹恼他后，顺势住到了道观清修。如今公开他真实身份的时机到了。我回家的当晚，太子便连夜乔装而来，他眼中带着几分不耐，但还是低声对我道：“盼星不懂事，我在此代他向姐姐赔罪了。”我没接枪，太子继续道出了来意。原来他几次插手延误，贪污江南修筑堤坝的款项，导致江南洪水泛滥，朝廷下拨的救灾款也被他拿走大半。如今江南遍地尸湍，瘟疫横行，他竟想让我写信给父兄，让他们悄悄带兵围住染病城池，防止瘟疫蔓延，同时镇压几处举旗造反的地方。我听了倒吸一口凉气。我知太子贪财捞了不少，却不知他竟贪得无厌，闹出这等塌天大祸。太子眼中满是焦虑。父皇已派人去江南巡查，若是让他们拿到账册带回证人，这对孤极为不利。父皇尽足孤于东宫，如今孤无人可用，一切只能拜托姐姐了。我喝了口茶，沉吟良久，对太子道：“我也只能勉力一试。”太子还是早做万全准备为好。太子松了口气，眉宇间尽是轻松，仿佛只要叶家出面，便可万无一失。他看着我当面给父兄写了信，放飞信鸽后才满意离去。等太子走后，母亲满脸担忧：“我们真要插手此事？”我摇摇头，一声口哨，那信鸽竟又飞了回来。我取下信，在灯上烧了。太子的凉薄我早见识过，又怎能趟这趟浑水？他让叶家做这些事，完全没想过若事情败露，叶家会是何下场。果然，太子的罪证很快被送到御前。皇帝暴怒，在各方的推动下，废太子的呼声越来越高。叶盼星跑来质问我，为何不救太子？姐姐，我已经怀了太子的孩子，若太子被废，那我的父命也没了呀！你为何不肯救我？看着他惨白的脸，我笑了起来。谁说你是奉命？叶盼星跺脚道：“国师批的命，难道还有错？”国师批的奉命是叶家的小女儿，而你不是。原来到现在，姐姐还不肯认我是叶家女儿。既然如此，也别怪我无情。叶盼星从叶府出去后，竟直接入了宫，说是要检举太子和叶家的罪行，只求皇帝饶了他和他腹中的孩子。我和母亲也被传入宫，皇帝冷冷丢了一份书册，上面记录着太子在禁足期间何日悄悄出宫，与哪位大臣商议何事。上面明晃晃记着太子曾来过叶府，商量过为他扫尾之事。母亲禀告皇帝：太子虽来过叶府，但他做的这些事，叶家从未参与过。叶家是太子妃娘家，你们怎么可能坐视不理？陛下明鉴，太子妃并非叶家女儿，并未上过叶家族谱。太子妃做出何事，其实与叶家无关，反倒是在太子妃入东宫后，处处为难叶家。叶家对东宫避之不及。什么？叶家好大的胆子，竟几次欺瞒朕！皇帝大怒，我不得不将当初太子下聘当日的事讲清楚。当时太子和太子詹事周玉礼拿了各种证据，让叶家认下叶盼星。太子也说了叶盼星才是身具奉命之人，婚期临近，叶家没有办法，这才如了太子的意。可直到前几日，我才发现皎皎才是叶家真正的女儿，正想让父兄上折请罪。此时太监禀报，父兄的请罪折子到了。太子满脸灰败，跌坐在一旁。叶盼星大叫：“别胡说，我就是叶家的女儿！”我从怀中掏出一个盒子递给皇帝，皇上，这是民女花了几个月寻来的白骨草。叶盼星一脸迷茫，白骨草，这草有何关系？他孤陋寡闻，我便给他解惑，这是医仙谷的神草，能分辨亲生骨肉，用亲生父母的血浇灌3日，让子女服下。若是亲生骨肉，便相安无事；若非亲生，片刻间便会腹中剧痛。皇帝让太医上前辨认，确认这确实是珍贵的白骨草。我是叶家的女儿，我要吃，我要吃！他急忙扯下几片叶子吞了下去。没过一会儿，便见他身体开始剧烈颤抖，他满头大汗，还叫嚷着：“我不疼，不疼，我一点都不疼，我是真的，我不是假的。”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此刻是在强忍剧痛。不一会儿，他实在忍不住，抱着肚子在地上满地打滚。太子震惊地看了他一眼，眼中满是怨毒地看向我。我知道他最后一丝希望也没了。在我进宫前，便有人传消息给我，皇帝曾对太子说过，若他能让叶家父子交出虎符，这太子之位便可保下。如今太子妃已被证明不是叶家女儿，叶家怎么可能乖乖就范？最终皇后被废，太子被贬为庶民，搬出东宫，住进了一座小宅子。无数人因此被抄家灭族，周家也被全家流放。周家流放前，周玉礼还跑来求我，看在昔日婚约的份上救救周家，不用我出面，下人便将他赶走了。叶家曾作为太子妃娘家，许多人等着看笑话。可此事过后，叶家除了被申斥，父兄被降职外，
算是全身而退。那废太子常来叶家门口转悠，想偶遇皎皎。他以为落到如今这般田地，皆因娶错了人，把农女当成了凤女。他以为只要皎皎心中有他，肯嫁给他，他便有翻身之日。可皎皎早已不在京城，他每日拿叶盼星出气。没过多久，叶盼星便被打掉了孩子。他拖着一身伤痕悄悄来找我，求我救他一命。我给了他一笔银钱，并把在牢里的张梅救了出来，送到了他身边。听说废太子每日与张梅母女打闹，倒也十分热闹。没过多久，叶盼星和张梅一起跑了，我又让人把他们抓了回来。毕竟她已嫁人，怎能轻易跑掉？半年后，皎皎满脸含俏的回来了，告诉我她找到了想嫁的人。我偷偷看了一眼，竟是十皇子，那个一直体弱多病却常年待在边关的小透明。原来国师批的命是真的，我的妹妹却是奉命。